我是小米。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也非常期待一个主题，就是年度爱用彩妆。那去年我是发了年度最爱的开价彩妆嘛，那今年想说来点不一样的，所以我会分享的是专柜开价都有，然后选出今年呢我自己最爱的前10名，可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或者是我最想推荐给大家的。那我是尽量每个品项都是选一样，然后如果真的选不出来，或者它可能妆感很不一样的，我会选到2样这样子。然后我发现我在整理过程中，我自己觉得我的彩妆忠诚度还蛮高的，因为有一些开价眼妆类的东西，我去年是一直爱用到现在。所以如果大家看完这支影片不过瘾的话，其实是可以回去看去年的年度爱用开价，因为我觉得参考价值也蛮高的，很多都是我今年持续使用中。好，那今年的前10名有哪些呢？我们就一起来揭晓吧。首先第一要分享的是NARS的超持久亮颜气淀粉饼，这颗真的是我近期最爱的一款底妆，我已经用完1颗粉蕊了。那它主打的特色其实就是保湿、服帖、遮毛孔，然后持妆不暗沉啊。我最喜欢的2点，第一个就是它上起来的妆感，就是不会有那种厚粉感，然后再来就是它持妆表现，我真的超级惊艳的。那时候我拍实测影片的时候啊，我就是一整天持妆，一整天上妆，然后到最后我真的是舍不得卸妆那种很美的妆感。你去看我之前的实测影片，会比较有参考性。然后，如果要说它的小缺点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的遮瑕力算比较中等，所以如果你本身比如说黑眼圈啊，或是其他痘疤瑕疵比较多的话，还是要搭配遮瑕品。再来第2点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粉盒这边有点难开。它这个开盒啊，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个方盒的设计，就觉得手感啊、质感都很好。总之，它就是荣登我今年最爱的底妆。我近期出国啊，或者是我没有试用产品的时候，就是无脑使用它就对了。那至于色号的部分呢，这颗有出到6个颜色，我目前用的是 Vienna 这个色号给大家参考。然后妆感的话，我觉得它是比较偏向微雾光，就是不会太水光，但是也不会到完全雾面的感觉。如果大家真的很有兴趣的话，还是建议大家直接靠柜去试色跟试试这个妆感，你会不会喜欢？再来第2样呢，今年最爱的遮瑕产品就是植村秀的无极限持久遮瑕笔。这款遮瑕笔呢，就是他们那个无极限的底妆新出的同系列产品。那其实那时候一开始出，我想说无极限底妆对我来说，其实在秋冬是稍微有点偏干的，我就有点担心说这个遮瑕笔会不会太干。结果我用了之后，我发现不会，这款遮瑕笔反而就是在我眼下来说，我觉得是还 OK 的。然后因为我眼下真的很干，所以我很挑遮瑕产品，可是它上起来我觉得服帖度很好。然后也很轻薄，然后再来就是它出了非常多颜色，它出了13个颜色。那我自己平常呢，我会用1深1浅去叠擦，然后如果只是日常稍微想要遮一下的话，我就是选1个颜色。那如果只买1个颜色的话，我目前用的是6 medium 这个色号。给大家做参考。那它上起来呢，我觉得就是服帖，然后延展性也很好。我就会直接拿它这个斜角的刷头去刷在我的眼下，然后你可以用美妆蛋或者是指腹去把它拍开。那我觉得它的遮瑕力算是真的表现中上，因为很多遮瑕产品就是要么对我来说就是太干，或者是妆感太厚，然后时间一长啊，这眼下这一块就会变成很干巴巴，然后甚至会帮我的眼纹更严重。但是这一款我觉得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真的是我近期最喜欢使用的一款遮瑕产品。但是它真的有一个我觉得长时间用下来才会发现的缺点，就是它的包装真的很可爱，可是它的这个不知道是密合度的问题，盖子跟那个笔刷中间这个地方啊，很容易溢出来。然后就算我擦完之后，可能装化妆包或者什么，它又会再溢出来。可是好处是它不会跑到外面来，可是你会觉得这个盖子这边都是遮瑕品，我自己是有点不喜欢这样子，不知道之后它会不会再做改善，这是它小小的缺点，就是提醒大家使用上要注意。接下来第3样呢，要分享的是罗拉蜜丝的柔焦晶透蜜粉饼。这颗呢，其实就是他们之前晶亮蜜粉的粉盒版，然后还有个昵称叫做小白饼。其实它一推出的时候，我就觉得太棒的设计了，因为我平常就是如果旅行携带它的话，我就会觉得它那个粉比较容易飞得到处都是，然后体积也比较大，有点不方便。可是这个小白饼呢，它就是长这样，有个小镜子，然后里面就是一块像蜜粉饼、迷你蜜粉饼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非常方便。那我们一般对蜜粉的印象可能就是要控油啊，或者是定妆。可是其实你知道，对偏干肌来讲，很多蜜粉都是真的太干，然后或者是上起来就是
你的那种光泽，就是脸上的一些妆感的光泽就会被吃掉。那这是一个专门为眼下，就是眼周肌肤或是一些细纹设计的蜜粉饼，所以我觉得它好处就是它保湿，然后又不会卡纹。我自己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我会拿这种松刷。中型就中小型的松刷去沾它，然后刷在我的眼周，就是我在遮瑕完之后上，然后这样刷过去之后呢，再往内滚。往内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粉去填平我的眼纹，所以让我的眼纹就会变成比较抚平的效果，就不会这样凹凹凸凸的。然后我也会稍微定在眼尾的地方，让我的眼线啊，然后睫毛啊比较不容易晕开。那甚至如果你法令纹比较明显的话，你也可以用它稍微去修饰一下你的法令纹或是唇周的一些纹路。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对干肌非常非常友善的蜜粉饼。不过如果你今天说，我想要拿它来控油，不要期望它有控油效果，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偏保湿型的蜜粉饼，然后粉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致，就是拿来定眼下，我觉得非常的合理，所以它算是对干肌比较友善的蜜粉产品。如果你今天是偏干肌，或是你眼下有一些干纹啊，然后比较干的困扰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试用它。在第三样分享的是 NARS 的无所谓眼影打底笔，这支我做功课的时候也发现，我分享它第一次到现在已经超过1年了结果我完全还没用完啊，连底都还没见到，它真的是很划算可以用1年多。然后呢，因为我本身是个眼影打底的重度使用者，所以我就是很爱找各种眼影打底，它真的是我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因为它的修饰暗沉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它这个笔状设计我觉得也还蛮方便的。它其实长得很像遮瑕笔，然后你就是刷在你的眼皮上，然后你再用指腹去把它轻点开来。那要注意的是，因为它还蛮快干的，所以就是一涂上去之后就要赶快用指腹把它推开，不然它就比较容易结块。那今天会用眼影打底的人啊，可能就是几点困扰。第一个就是你有黑眼圈嘛，或是你眼周暗沉。那眼周暗沉，如果你是用一般的底妆或者是遮瑕去遮，然后你不会有眼褶，就是产生眼褶或折线问题的话，其实你可以用一般的底妆来就是盖你的眼皮暗沉就可以了。可是像我就是属于眼窝比较凹，然后眼褶那个暗沉又特别严重的话，我就需要这种专门的打底。那它是我目前用下来，我觉得打底遮瑕效果最好的，它就是可以让我的眼皮变得比较干净。然后呢，你上眼影之后，它的持妆表现也会更好，因为它可以更好附着在你的眼皮上嘛，因为它会吸附你的一些油脂。所以说，如果你今天觉得我的眼影好像持妆表现不够好，或者是说我觉得眼妆看起来都不够干净的话，你可能就是需要一款这样子的眼影打底笔。而且我觉得这个用了1年多还没用完，其实蛮划算的。接下来第5样呢是迪奥的专业后台眼影盘，这盘推出差不多也有1年左右了吧。然后我手上这个颜色呢是1号色，比较偏向暖色调的。那其实我在想今年最爱的眼影呢，我那时候想好久，因为我1年用的眼影真的很多，可是最后我会选它的原因啊，是因为我觉得它颜色很百搭基本，然后没有废色，然后也可以随时跟其他眼影盘的颜色来做搭配，再加上它有左上这个眼影打底，所以如果你说我今天买这盘，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先用这个眼影打底来去搭配你这个眼影或者是你其他手边的眼妆产品。然后呢，它下排一排是雾面，然后中间是珠光，然后还有打亮跟修容，所以其实就是一盘你不需要花太多脑筋，然后就是很简单可以使用的一个眼影盘。因为它那时候推出这个后台系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容易、更轻松的去画出日常的妆容等等。反正我再去找我之前那个影片，把它放在这边，你们可以去看我之前上妆比较细节的分享，这样子。那这盒我自己最喜欢它的配色，尤其是这两个雾面色呢，就是我觉得非常日常。然后这个中间这个橘棕色，它不会到太橘，也不会到太棕，因为有时候大地色太深，也会让你眼妆看起来脏脏的。太橘有些人可能又不敢尝试，所以这2个是我自己这盒最常用的颜色。再来就是它的粉质也很细致，也算好晕染，就是颜色不会太重，然后也不会淡到你看不到颜色。所以如果你问我说，专柜中就是最建议入手第一个入门的眼影盘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接下来第6样呢是开 Beauty 的无重力飞扬睫毛膏。这支睫毛膏呢，我在前阵子的最爱单元也有分享到。那其实它算是下半年才推出的产品，上半年我依旧爱用的是这个1028的去年的年度爱用睫毛膏。那下半年呢，其实它就是有点稍微取代我心中的位置，因为第一个是我说过我喜欢它的包装，它是雾黑色的管身，就是我觉得质感很好。再来就是它是主打无重力嘛，所以你在刷的时候呢，其实
它是真的有根根分明，然后它有一个特别的科技，就是会让你的睫毛膏膏体是比较轻盈的。那我本身就是比较怕那种太湿太重的睫毛膏，因为我睫毛就已经没有很多，然后又很容易垂，所以它一用就会让我觉得它刷起来的那个轻盈感是好的，然后也不会太干，也不会太湿，然后也可以刷出那种根根分明的感觉。那它的刷头是这种有点微弯的弧度，所以你在刷上睫毛或下睫毛的时候，其实是还蛮好顺着你的眼型的，然后也不会容易去沾染到眼皮，然后也不会有晕染的问题。但我之前就有说过，它的价格比1028稍微再高一些，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没有那么高的话，其实你可以买1028的这就可以了。那真的说我喜欢它，就是除了包装之外，我觉得它的膏体轻盈度会比1028稍微再略胜一些些，所以这两支其实我都是会交替使用的。再来，年度最爱腮红有2个，第一个是 Himi 的纯色腮红，这颗大家应该不会很意外吧？我之前就分享过很多次，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最常用的还是1号跟6号，尤其是1号。1号这个 Nude Beige 啊，就是一个日常无脑使用的一个涂色，就是涂裸色。然后裸色呢，就是我说过，我觉得它可以搭很重的眼妆，也可以搭很日常的妆，所以它的颜色基本上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然后它稍微带有一点点微微的珠光，所以说你的脸上也会上了那个腮红之后，它会稍微有一点点蓬润感。这个颜色呢，我自己是很喜欢。再来就是它的价格定价太可爱了，我发现它最近好像也有在做什么单颗199的特价，这个包装然后配上它的价格，我真的觉得你就是入手1颗来试用看看，也完全不觉得可惜。那其实我觉得 Himi 他们家的包装真的就是近期来说质感很好，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看看。那再来呢，另外一颗我很喜欢的腮红就是这个 And Other Story 的刻字腮红，这颗我买了也蛮久的，它是 H&M 旗下的品牌，然后我记得韩国也有柜位，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是梦露就是去韩国的时候帮我们买的，我就是一用之后就爱用到现在，而且我发现腮红真的是一个很难用完的东西耶，你看我已经用了这么久，那个刻字才浅一点点，可见你看它的粉压得多扎实。那这颗我的颜色是 Sandal Pink， 虽然它上面写了 Pink， 其实它是比较偏向那种檀色，就是也是偏向土棕色的感觉。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土色系的腮红，可是土色系就是真的很挑色，我不能到太咖，太咖有时候你就是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衬肤色。可是这颗颜色呢，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如果去韩国或是有逛到他们柜位的话，一定要买一颗来用看看。它的包装美，上起来的妆感也很美，所以这2款基本上就是我今年没有在试用产品的时候最常用的2颗腮红。接下来打亮也有2个选手，因为我真的选不出来。首先第一个打亮是这个 Becca 的无瑕光灿提亮饼，它呢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开始想要试打亮这个化妆步骤的话，一定会不管你是看到或者是查到，或者是人家说什么打亮推荐，一定会出现的名单。那我买的色号就是最有名的 Moonstone， 我算是很后期才用它的，可是一用之后，我真的能理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它。它就是一颗颜色美，你看它是那种香槟金色，然后粉质细致，然后上起来的那个光泽感呢是很精致，然后又比较不显毛孔的，所以很多人像打亮怕那个毛孔会很明显的话，这颗就是一个日常百搭，百搭，我的打亮掉下去了。我要哭了，它就这样碎掉，让我心情平复一下。好，我等一下再来想办法解救它。我们先介绍最后一颗打亮，最后一颗呢是 Milani 的打亮，这个我在今年初的某月最爱有分享到它，然后我是去美国开价彩妆买它的。那如果你说哦，我喜欢稍微光泽再嚣张一点的，然后价格再便宜一点的话，这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CP 值很高的一个选择。它是做这样贝壳压纹，然后它的容量也很大，它有到8.5克，这要用多久啊？我的妈呀！然后呢，它的光泽就是闪到不行，闪到没朋友。那时候我就是这样开玩笑的说。所以这2颗真的是我近期最常用的。如果我今天是可能参加活动，想要妆感比较重的话，我就会用这个 Milani 的。然后我日常的话比较常用的就是 Becca 的那一颗。好，它现在已经摔死的那一颗。好，
好，以上就是我的年度最爱 Top 10彩妆。那很多人会想说，怎么没有唇彩呢？唇彩呢，我自己是打算再拍一支影片，因为我今年用到真的非常非常多唇彩，不是今年，应该是每年都用到很多唇彩，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为他们再开一个年度最爱的唇彩单元。那如果想看这支影片的话，在下面留言给我，让我知道好吗？那就这样啦，喜欢这支片的话，别忘了帮我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频道之外开启小铃铛，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最新的影片上线。那就这样了，我们就下次见，拜拜。